大家好，歡迎來到制定講堂的啟蒙論壇，我是郝廣才。阿葉，我問你，用最低的成本把美學送進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可能嗎？我想美學與商業是衝突的吧？精緻與量產能並存嗎？如果在自由市場就可能。我們今天所有日常生活中的東西，能夠享用又便宜又好的東西，都因為有自由市場。真的嗎？你講個真實的例子給我聽。真的，如果沒有自由市場，我們連一把好椅子都做不到。1856年7月10號，托奈特14號椅得到了奧地利頒發的利用蒸汽或沸騰液體製造彎曲木椅和桌腿的獨家製造專利。做這把椅子的材料只用6根木條、10顆螺絲、2個墊圈，創造了全球銷量超過5000萬張的商業奇蹟。但這把椅子本來是被當成笑話，發明它的人被人家當成又瘋又傻的人。真的嗎？他是誰？他叫托奈特 ，Michael Tonet。爸爸是德國的皮革大師，他10歲呢去做木匠的學徒，23歲自己開店。在這個之前，做椅子更不簡單，木匠要花很長的時間來精雕細刻，為權貴打造座椅。椅子是權力的象徵，會議中的老大叫什麼？主席 Chairman， 他的椅子比別人大。沒錯，大教堂 Cathedral 不是指教堂的建築哦，是指主教的寶座。為了做椅子可以省工，托奈特發明了實木彎曲。這又是什麼神奇發明？就是直接把木頭蒸煮軟化，接着木頭的外部要用金屬帶包覆，防止彎曲的時候呢斷裂，這樣木頭就能彎曲成優美的弧形。之前木匠如果要做圓弧形，要一段一段接，既費工又費料又費時。有了全新的革命技術，它就能設計優美、輕便、舒適、耐用的家具。14號椅就是代表作。我問你，鳥在樹枝上跳躍，為什麼不怕樹枝會斷裂？因為它相信的不是樹枝，而是自己的翅膀。但鳥想要飛上天啊，卻飛不上去，這是為什麼？是它的翅膀沒力了嗎？不是，鳥被困在籠子裡了。什麼意思？你說的是什麼籠子？鳥籠就是木匠工會。19世紀前半，百工百業都被工會控制。工會規定誰可以做椅子，用什麼工法做，定價是多少。這就是聯合壟斷，典型的保護主義。托奈特用新的技術製造新椅子，這就是打破工會的鳥籠。他不但申請不了專利，還被全國的木匠排擠。那德國天空有鳥籠，我到別國去飛不行嗎？不行，整個歐洲都是鳥籠，沒有什麼差別。所以他到法國、英國到處奔走，搞到破產也申請不到專利，最後被大家抵制，也做不到生意，反而被大家嘲笑是個瘋子。真正瘋子是明知道自己有翅膀，卻甘願在籠子裡安穩度日的人。對，1841年他被宣告破產，工廠被查封，還不死心哦，帶着6件彎木樣品參加科布倫茲的商展，碰到權貴中的權貴，奧地利的宰相梅特涅親王，就是拿破崙下台之後操控歐洲40年的梅特涅。對，你猜猜梅特涅摸着彎曲的椅背，他會問什麼？這麼漂亮的曲線，怎麼摸不出接縫呢？這都是整根實木彎曲成型，不是一根一根接的。這木條怎麼彎的？是把锯成圓形的木條放入特制的高壓蒸汽箱，木條經過加熱軟化，木纖維就會像皮革一樣有延展性。有這種事，這樣就行了。關鍵在這一步，在彎曲木條以前，你需要用特制的金屬鋼帶牢牢固定在木條外側，
這樣木條被模具強力彎曲的時候，外側因為有鋼帶限制，它就無法拉伸。這個時候所有的壓力就會通向木條的內側，纖維只會被壓縮，不會被拉斷。對的，殿下英明。接着再連同模具固定好的木條進行高溫烘乾，當水分蒸發以後，纖維就會重新硬化，木條便永久記住這個優美的弧度，拿開模具也不會反彈，對吧？對，以前工匠要在木板上挖個圓形，不止費工，還會切斷木頭的天然紋理，這樣造成結構會很脆弱，而且浪費木材。我的方法只要用6根彎木就可以組裝。那生產成本呢？傳統木匠一個人從頭包到尾，鋸木頭、雕花、組裝椅子，而我可以分工，一組負責烤木條，另外一組負責把木條壓進模具裡固定，最後一組來組裝。這樣一來，速度飛快，產量大增。成本大減啊，這是蘇格蘭亞當斯密說的大頭釘嘛？你在普魯士有專利嗎？申請不到，別國也申請失敗。在普魯士，你將永遠是個貧窮的木匠。來維也納，讓你自由生產、自由定價。梅特涅發揮影響力，奧地利頒發5年皇家特許專利。1856年14號椅再度得到專利，10年以後專利到期。自由市場的威力爆發，全歐洲出現了幾百家仿冒的工厂。哇，這下該怎麼辦？大家一起來競爭啊！一，他發明了第一本多語言的目錄，開創了郵購行銷。二，一張14號椅只賣3打雞蛋的價錢。好便宜，但便宜一定有好貨嗎？在巴黎博覽會，他從埃菲爾鐵塔高57公尺的觀景台把椅子扔下來，摔在地上彈2下，完好如新。3，坐墊它是用網狀的藤編，減輕重量，灑到任何液體很容易清理，成為咖啡廳的最愛。4，傳統家具運送像在運空氣，什麼意思？因為很浪費空間。14號椅只要1公尺立方的木箱，可以裝36把椅子。太神奇了，怎麼可能辦得到？零件都是拆開的，運到點再組裝，輕易可以運到世界各地，成了最早的全球化商品，很像現在的 IKEA。19世紀後半呢，托奈特家族為了取得適合彎木家具的3毛櫸木材，陸續在奧匈帝國境內建立了大型工廠。這些工廠不只是製造椅子，還形成了從木材取得、加工、彎曲、組裝到出口的完整生產鏈。14號椅就能以低成本大量生產，就是建立在這一套製造鏈上面。但是1945年二戰結束後，托奈特的生產版圖被徹底打散，公司在東歐的工廠被共產黨全部沒收，其中最重要的工廠位於捷克。結果造成資本與技術同時斷裂，老闆失去了工廠，但原本培養出的工人、機械設備、彎木技術還在當地。托奈特的曾孫喬治·托奈特在西德恢復了家具生產，利用改善的製造技術，先小量生產經典的設計，另外進入鋼管家具製造。1929年，托奈特就取得了馬歇·布魯爾等人的鋼管家具設計。最重要的是旋臂椅，這種椅子沒有後方的2根椅子腳，它是利用彎曲鋼管形成連續結構，讓座椅有彈性。二戰以後呢，喬治重新發展這批鋼管家具，讓現代主義設計成為公司的新核心。因此，戰後托奈特有2條生產線，一條是彎木家具，14號椅就是代表，另一條就是現代主義的鋼管家具，旋臂椅就是代表。這沒有自由市場做不到啊！托奈特起家是打破工會壟斷，復興也靠自由市場才能再創新。對，沒有自由，人不會創新的，因為你的發明是國家資產，
人們努力沒價值，何必努力呢？但人只會怎樣？抄襲、抄捷徑、走近路，只會奪取盡力。對極了，只要有自由，沒有籠子，再多困難、挑戰、危機，都是幫飛鳥自由起飛的逆風。